牆壁壁癌一直剝落怎麼辦？其實只要掌握正確流程，自己動手也能修好，不再復發。這支影片帶你完整做一次壁癌修復流程第1集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回到阿寶頻道。之前我們有分享過一個影片，我們主要是處理天花板。我們現在回到當時的現場，先來看一下施工1年之後的狀況。我們在去年4月份的時候也有整修過這一塊天花板。當時我判斷這一塊天花板應該不是壁癌的問題，它只是時間久了油漆剝落。因為這一塊天花板的油漆也差不多有40幾年了，所以剝落呢是很正常的。相關影片的連結我都會放在說明欄跟資訊卡哦。當時最嚴重的部分應該是差不多在這個區塊，從去年4月份到現在3月底也差不多1年了。因為如果是有壁癌的話，其實它應該會很快就會又再剝落。不過到目前為止已經1年了，沒有看到有什麼剝落的現象。所以初步來看的話，應該就只是因為時間久了油漆剝落的關係。看起來都還很正常。今天這一面牆壁應該是有壁癌的問題，因為之前有剝落的現象，所以我已經先刮除掉一些，所以這邊就沒辦法跟各位展示刮除之前的樣子。不過我這個還沒有刮除完全，只有輕微的刮除。因為它剝落實在不太好看，所以我就先把它刮掉了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這個屬於一個牆壁的下方，上方倒是 OK 的，沒有壁癌的現象發生。它主要是在中間偏下方的地方，很接近踢腳板了，都快到地面。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奇怪，因為這一面牆壁裡面沒有水管。如果是上方漏水下來，不應該壁癌只出現在下方，應該從上方到下方都會有壁癌。可是目前看起來上方是沒有，上方完全都沒有，非常乾淨。所以這個就讓我非常的納悶。這個後方是浴室，我等一下可以讓各位看一下，但是我覺得這個牆壁裡面應該是也沒有水管，也不可能是地面有水管。如果是地面有水管的話，它應該是會往樓下漏，不會只有上面有壁癌的現象，應該是樓下的天花板都會有壁癌，都會有滲水。所以這個壁癌我也不知道怎麼發生的。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它這個牆壁後面是什麼狀況。這樣子廣角看一下這個壁癌的狀況。好，那我們再看一下牆壁後面。這邊就是浴室啊，它就是這一面牆的後面。然後你看這個洗手台水管是在這個位置，所以這一面牆的話應該是沒有水管，所以排除水管漏水出來。所以我就很納悶，為什麼這一面牆壁這個地方有壁癌？如果各位知道是什麼原因的話，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大家分享哦。那我們言歸正傳，回到今天的主題。我們之前有分享過沒有壁癌的處理方式，一般就3個步驟。第一個步驟刮除，第二個步驟補土跟整平，第3個步驟就是上漆。因為今天這一面牆壁有壁癌，我們需要多一個步驟。第一個步驟還是刮除。第2個步驟，我們就需要套用針對壁癌的產品。第3個步驟依然是補土跟整平。第4個步驟就是最後的上漆。所以跟之前的工作比較起來，等於多出了一個步驟。我們需要針對有壁癌的牆壁，使用一些壁癌的產品。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工作大概會用到哪些工具。這個是刮刀，有寬一點的，也有窄一點的。這個是我們今天會使用到的壁癌粉跟壁癌漆。其實很多公司都有出產針對壁癌的解決方案。這一家公司的話，它就是使用這個壁癌粉。這個壁癌粉需要加水調和。下面這個也是同一個公司的壁癌漆。
BI7的部分，我們是把它當做底漆來使用。這個 BI7沒有顏色的選擇，它就是白色而已。據我所知，有一些品牌的 BI 產品，它就沒有這種粉，它可能是2、3種不同功能的漆或者液體。因為我沒有用過各個品牌的產品，所以我這邊也沒辦法告訴各位哪一個好用，哪個不好用。接下來這個也是刮刀，這種刮刀跟這種刮刀設計是不太一樣的。我個人覺得，如果你要刮除的話，要使用我右手這一種刮刀。這種刮刀它用來刮除會比較方便。如果是用來批土或者批東西到牆壁上面，這種的我個人覺得比較好用。這種用來刮除，這種用來批東西上去。像這種刮刀，除了材質之外，它也有寬度的區別。下面這裡我也有準備批土板。接下來這個就是批土。批土需要搭配石膏粉。如何使用批土跟石膏粉的話，在我之前的影片都有非常詳細的說明。這是一個空桶子，到時候我們可以用來攪拌這個壁癌粉。壁癌粉調了水之後，會有點像批土的感覺，所以基本上應該是用刮刀批上去的。壁癌漆的部分就需要用到刷塗的工具。那我這邊是有準備一般刷子跟滾筒刷，這邊有養生膠帶，就可以減少清潔的負擔。最後這一桶的話就是百合白的乳膠漆。我們這邊有準備這個棉布的手套，建議各位戴上這個手套。因為之前使用這種刮刀在刮的時候，我就發現後面這個手指頭很容易磨到牆壁，然後就破皮。我也覺得這種刮刀用來刮除的話，操作不是非常的方便。戴上棉手套之後，用這一種刮刀，這樣子就會比較好刮，手也比較不會磨到牆壁。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寬度配合你的工作。那我們現在就再把這個牆壁刮乾淨一點。有壁癌的地方，刮得起來的一定要刮，旁邊粘得比較緊的地方，也要試着把它刮掉。因為等一下我們施作的範圍，要比這個實際有壁癌的範圍還要大，大約要大1倍是比較理想的。那我們就開始再繼續把它刮除。可以看到這個有壁癌的水泥的部分，它會變得有一點粉粉的。我們現在第一個步驟做的差不多了，因為剩下的也刮不下來。其實這一面牆壁，它這個水泥的部分並沒有剝落的很厲害，就是沒有掉很大塊的水泥，但是水泥有變粉粉的。然後之前用的乳膠漆可能粘不太住。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入第二個步驟，使用壁癌專用的產品。我們先來說一下它這一套產品的使用方式。這一罐是壁癌漆，這一包是壁癌粉。壁癌粉的主要作用就是類似批土，只是它是特別針對壁癌牆壁的批土。所以操作的順序是這樣子，我們要先用壁癌漆打底。打底的時候，壁癌漆跟水的比例是1:3，也就是我們要把它弄得比較稀。打底的作用是，如果等一下要使用壁癌粉的話，可以增加壁癌粉的附着性。第一道比較薄的打底之後，我們就使用這個壁癌粉。壁癌粉的使用方法就是加水攪拌，它就會呈現類似補土那樣子的泥巴狀。粉跟水的比例大約是3:1，不是每一次都需要使用到這個壁癌粉。壁癌粉主要是針對如果牆壁有凹凸不平的現象，就需要用它來把它補平。如果牆壁很平整的話，可以省掉使用壁癌粉的這個步驟。不過一般如果牆壁有出現壁癌，然後你有做刮除的動作的話，一般多少牆壁上面都會有一些坑洞。接下來等大約8個小時壁癌粉完全乾燥之後，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再使用壁癌漆。這個時候壁癌漆大概要刷2遍到3遍。跟第一次打底不同的地方是，我們這次壁癌漆基本上不需要加水，也就是濃度要比較高，大約塗2到3遍。這邊附帶說一下，它這個壁癌漆的顏色是白色的，它沒有顏色可以做選擇，因為其實它的作用是類似底漆。喝杯咖啡休息一下咯。所以這一集我們就先到這邊，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